如果你家里的砂锅还没有开锅的话，今天让我来分享一下砂锅的开锅方法。尤其是刚买回来的新的砂锅，我们一定要先开锅，然后再去使用，砂锅才能够不粘锅，也不会开裂。一起学起来吧。砂锅虽然能让做出来的食物口感更好吃，但是砂锅用的时间比较长，容易出现了开裂的现象。在使用的过程中容易糊锅，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你家的砂锅在使用之前没有开过锅所造成的。我们先准备干净的砂锅，然后将其放到流动的清水下面，清洗表面的灰尘，还有杂质、泥土，用厨房餐巾纸把它表面的水分完全晾干。再往砂锅里面加入洗洁精，再滴入几滴白醋，接着倒入海绵清洗干净。这一步是把锅内的杂质还有缝隙的杂质全部都清理掉，锅身和锅盖都要一起洗。砂锅加满凉水，我们要静置1夜，让砂锅喝饱水再去煮。大火把砂锅开小火转煮，这样能够防止我们的砂锅受热更加的均匀。也可以来一点茶叶水，因为陶土是制而成，会有缝隙还有砂眼，放茶叶煮，为了能够去除砂锅里面的一些土味儿。煮好我们就可以关火，等待自然晾凉。清洗干净的砂锅，擦干净水分，我们涂抹一层食用油，接着再静置1夜。第二天清洗干净，我们就可以使用。像这样开好口的砂锅特别的好。如果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便宜的砂锅和贵的砂锅主要原料是烧制的温度，还有是锈料、品控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而反馈到我们的消费者这里，我们可以从陶制、釉面结构的多个方面对比，也可以发现出来很多不同的点。陶制，传统的砂锅使用的是粘土制成，表面无锈，据说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尧帝的时代。这种砂锅气孔比较多，而且容易漏水还有开裂。通常在使用时需要先煮开米汤，利用米汤的淀粉可以堵住气孔。目前使用的是比较少的。在市场上面常见的就是砂锅大多数都是采用领土、石英或者是长石材料烧制而成，不会开裂，也不会漏水，又能够增加色彩。我们挑选砂锅尽量选择细嫩的砂锅，挂釉彩的砂锅，表面没有光泽的，导热性又好的砂锅。结构，好的砂锅结构合理，摆放平整，砂锅盖与贴身的紧合，也不要变形。较差的砂锅通常有摆放不稳定的情况，或者是砂锅不圆，锅体内有外砂，还有我们的砂眼，锈釉不均匀，还有其他的方面。通常砂锅的底部比较小，传递的热量更快，并且我们可以节省燃料的一些时间。比较薄的砂锅导热性比较快，同时这样的砂锅破壁比较好。听声音，用手我们托住锅底，轻轻地敲打锅底，也可以用硬币，硬币的声音比较洪亮，而且又脆响。如果声音明显沙哑的话，有其他的好的杂音，可能会是由于砂锅有裂纹，或者是最好不要去购买。检查漏水的情况，砂锅可以装满水，检查一下是否有渗漏的问题。前面我们说了，传统的砂锅漏缝的情况比较多，当前市场的砂锅大多没有这种问题。挑选砂锅时，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合适的砂锅。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
价格便宜或者更实用。这样价格的砂锅是比较好的，平价但是质量又好，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砂锅。5. 看一看，好的砂锅颜色特别的深重，质地平柔又没有任何的杂质，一般经过高温的烧釉，砂锅特别的好。6. 摸一摸，砂锅表面光亮均匀，没有突出的颗粒，摸着比较光滑，说明了制作过程中陶氏觉得是比较均匀，这样不容易开裂。如果表面不够光滑的，摸时我们会有粗糙感觉，这样的就不要去购买。这2种砂锅使用的时候都会裂开。7. 转一下，好的砂锅结构合理，锅身比较均匀，放到平面上更平稳，不会晃动，锅盖能会稍微的转一转。如果转动时瓶盖平稳，与锅口贴合到一起，说明了这个砂锅的结构是没有问题的。亲爱的家人朋友们，视频看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您用发爱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您的每一个点赞都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大家。3种不建议朋友们购买的锅具，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种就是铸铁锅。铸铁锅是性能的王者，实际的使用率是青铜，虽然兼具了很多的优点，但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太重了。我家里面有一个铸铁锅，炒菜的时候将近10斤重，放到灶台上面，我都怕把燃气灶给压坏，更不要说是颠锅，就算把家中的锅全部倒到一起，也很难颠重。好的铸铁锅都是比较重的，锅壁厚才能够发挥出铸铁锅的受热均匀，炒菜炖肉都适用的特点。如果你买的铸铁锅比较轻，真不如去买一个熟的铁锅。2. 电炸锅。我买过一个用了2次直接扔的锅，烹饪的时候温度达不到，尤其是想高温复炸的时候也比较困难，更加的费油。一个电炸锅得倒进去半桶油的，家里面炸东西本来就比较少，买了一只油炸锅，特别是积累，建议大家不要去购买。3. 就是网红奶锅。这种网红锅最近几年是比较热销的，一口煎炸锅煮什么都可以干，但似乎又什么都干不好的。锅一般都是比较小，用起来感觉像小孩子过家家是一样的，做出来的东西也只够一个人勉强吃一顿。一般情况下都是新鲜的用几次，丢到厨房里面就吃灰了，这样的锅不建议去买的。那么平时你们知道我们使用砂锅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吗？今天小林再给大家说一说，重点就是1，要避免温差是比较大，小火开始加热，砂锅容易热胀冷缩，如果在冷却的环境下突然大火加热，底部接触火源地方容易因为温差大而导致开裂，所以我们要开小火慢慢的加热整个锅子，放入食材之后再转大火，因为砂锅蓄热性强，受热均匀，食材加热之后我们要转为中小火，让烹饪效果更强。砂锅的底部与炉火会直接接触，长期下来变黑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使用砂锅一开始必须要以小火加热，火温之后再去加热。砂锅是连同吃不完的食物放到冰箱去冷藏，那么隔天加热的时候一定不可以把冷冰冰的砂锅煤气灶上面直接开火，应该先放置于室温下面，一定要回温再去加热。不过砂锅会吸收味道，所以建议大家吃完的食物要放到盘子里面，不能被砂锅去浸泡。我们的砂锅需要清洗干净之后，把残留的热度砂锅也放到水槽里面冲，先放到冷台上面冷却一会儿。我们可以把砂锅冷却到
一点热都没有，再去清洗，这样清洗是比较好的。担心了油垢不好刷，可以用适量的温水稍微的浸泡，注意不要用洗碗清洗浸泡，可以防止清洁液残留。第二，确实是隔热的，砂锅能够受热均匀，保持持久的特性，所以移动的时候要使用隔热手套，否则容易造成烫伤。另外，热腾腾的砂锅不能直接放在桌面上、抹布上，我们要多放一层隔热垫，防止我们的桌子开裂。第三就是风干的收纳，砂锅清洗干净之后，一定要用厨房纸巾或者是抹布把水分完全擦干，这样可以避免水分渗入到其中的造成发霉。干燥之后用报纸包裹，收纳于通风阴凉的地方的。关于如何买砂锅，或者是如何保养砂锅，再或者是我们该怎么去挑选好的锅具，都给大家分享过了。以后想买合适的锅子，就看看这个视频。我们买到的锅子呢，也是很适合的，价格优美，物美价廉，主要锅用起来特别的方便，特别的好，用的时间也比较长。如果你有好的挑选锅的方法，欢迎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感谢您的支持，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视频再见。